什麼？聽說7900XT 的電阻絲活了？健健活了！你们要告訴其他人，健健活了。今天我们使用蓝宝石的7900XT 超白金与9070的弹动，给大家测試一下 Int8 的 FSR 4的表現。那首先呢，它相比于 FP8，AMD 这次对于 Int8 的版本进行了一个精調，可以說是 99.5% 的使用情景下，用戶在品質上都是很難找出區別的。我們先來看一下靜態的紋理方面，這個木材的這個質感呢，清晰度與 FP8 的版本基本上是沒有區別。而在動態畫面方面呢，像這個 GTR 以及日產的車標，包括像車牌照啊，還有車上面流動的雨滴，以及車尾燈的鋸齒的表現，也都非常的相似。所以對於老用戶來說呢，基本不用擔心畫面質量閹割的問題。那即便呢有一些稍差的地方，你也很難發現那一點點細微的差異。所以呢，我們今天還是從老用戶的角度來看 ，FSR 4相比之前的 FSR 3到底提升有多大？那首先呢，我們還是來看一下電線。我們發現 FSR 3.1在距離稍遠的位置上，電線的完整度非常差，幾乎是消失不見了。那不知道呢，還以為這是光纖呢。而 FSR 4呢，則是大幅度的加強了完整度。雖然說呢，鋸齒因為分辨率的問題呢，還是沒有辦法消除，但是從計算機圖形學的角度來說呢，比 FSR 3呢是強多了。那我們可以通過這組桅杆測試呢，可以放大兩者的差異。可以看到 FSR 3的桅杆完整度呢是非常差的，而 FSR 4的完整度明顯會更好一些。那這樣的話呢，就可以保證角色距離的比視頻這裡更遠的時候，還是可以看清一些桅杆的細節。不過呢，之前有一些觀眾表示，這可能是虛幻5的問題。那我們再來通過地平線的電線來進行對比。那 FSR 3呢，它連電線的基本的線條完整度都是做不到的，那表現呢跟四海兄弟是一樣的。而 FSR 4這邊呢，它的完整度明顯更高，因此呢不存在虛幻引擎這個電線優化不好這一說，這算是個通病。FSR 3它的這個瓦片測試呢，當然是有閃爍的，而且它附近的電線呢，包括一些牆體都有閃爍。FSR 4呢，它瓦片的閃爍依舊沒能解決，但是它附近的電線，包括一些牆體的閃爍是消失了，算是一個小提升吧，但是依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。FSR 3這裡呢，後腦勺的短髮也有明顯的噪點，而且呢，它後面的樹葉也在閃。FSR 4呢是解決了這個問題，這可以說是老玩家體感上最大的改進了。畢竟第三人稱遊戲嘛，頭髮肯定是常年對着眼睛的，這要是閃個不停的話，那可要了老命了。馬車篷布的半透明材質 FSR 3呢，自然也有很多的噪點。那 FSR 4呢，明顯就會乾淨很多，提升很大。那在動態的清晰度方面呢，我還是選擇這個輪毂測試。在相同的60千米每小時的時速下 ，FSR 3的輪毂的模糊情況非常的嚴重，而且它輪毂的輻條呢還會出現一些白色的亮點閃爍，而且下半部分尤其的模糊。而 FSR 4呢，在動態的清晰度方面提升是很明顯的。那首先呢，它的輻條的清晰度明顯更好，也沒有白色的亮點閃爍。那這個案例呢，我們還可以拓展到很多像那種電風扇旋轉的場景 ，FSR 4呢都會有更好的表現。那我們再來看一組這個動態清晰度測試。那這裡呢是開啟光追之後的地平線的這個車輛對比。我們注意到，那無論是車牌、日產的車標、GTR 的車標、雨滴的完整度，還有尾燈的鋸齒的表現 ，FSR 4都是更清晰、更穩定、更完整。那這個提升呢是真的很大。超分呢，除了上採樣之外呢，還會順便起到抗鋸齒的作用。在動態的抗鋸齒表現方面呢，我們發現 FSR 3呢，它的表現是很差的，它的旗幟的邊緣鋸齒非常的明顯，而且旗幟尾部的完整度也很難蹦。FSR 4呢，在抗鋸齒方面提升很大，邊緣部分的鋸齒呢得到了很好的平滑，但是尾部的完整度相對來說呢，就提升不是很明顯了，還是有待加強的。還有一個地方呢，就是遠處的草地 ，FSR 3呢是經典糊成一片了。草的細節啊，全都看不見了。遠處的人物呢，也是跟着模糊了。FSR 4呢，
這裡改善很大。首先它草的分离度是出来了，而且遠處的人物呢锐度也会更清晰。那我們对比一下就看得更直接一些。那这个呢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了。遠處的場景呢不僅僅有草地，那建築物的完整度呢 FSR3 的表現也很差。比如說這裡遠處的電塔和吊機呢是閃成狗了，而 FSR4 呢它的完整度就很好，而且呢也沒有閃爍，進步巨大。在水面的細節方面呢 FSR3 呢實在是太假了，基本上是最差的一檔。FSR4 呢雖然說它也沒有徹底還原，但是它至少中間呢還是有一些少量的波光粼粼的那種感覺，比 FSR3 呢要好一些。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標準答案 FSR-AA 的表現，那它的這個水面呢就非常的細膩了。那我們這裡再來看一組測試海面的地方，大家注意看登陸下方的這個部分 FSR3 這裡呢有一大堆閃爍突然出現，非常干擾玩家的遊戲體驗，閃得人眼睛疼。那到了 FSR4 呢，閃爍是大幅度的削弱了，那至少呢不會閃瞎眼。但是從效果上來看呢，我覺得它還是沒法與標準答案 FSR-AA 進行對比。那這個呢是目前最自然、最舒服的這個海面表現。景深的抗鋸齒測試呢 ，FSR3 的鋸齒還是比較明顯的。那之前呢有大哥在評論區說過，說有一些遊戲它這個景深的清晰度，它是跟原生分辨率有關。那上採樣呢是照顧不到這種遮罩後面的部分。FF16 呢確實是這樣的。所以說這個場景啊，它就只能看鋸齒的表現了。不過不管怎麼說吧，即便罪魁禍首不是它，但是開超分呢，會導致玩家的景深清晰度體驗下降，這個是真的。而相同的場景下呢，火炬架在 FSR4 的處理下，鋸齒呢有一個優化，它的閃爍強度呢有所減弱。景深與頭髮的過渡測試呢 ，FSR3 的處理呢是那種模糊化的方式，但是呢會有拖影，而且頭髮的質感呢也很肉。FSR4 呢，其實它的輝光效果呢也很嚴重，但是它好在啊，它在拖影這方面改善是很大的，而且提升呢主要是在毛髮的銳度，比 FSR3 呢是要強很多了。瑞奇與叮當這個毛髮測試呢 ，FSR3 會出現干擾遊戲體驗的摩爾紋，這個呢還是挺明顯的。那 FSR4 呢是針對摩爾紋做了優化，那現在呢你也可以暢享毛絨玩具般的畫面質感了。FSR3 呢在這塊臭名昭著的草地表現呢，還是選擇了跟 TAA 類似的這種躺平的處理。不過 TAA 的躺平呢是那種不帶閃爍噪點的，那 FSR3 呢是做不到這一點，那表現呢是不及格的。FSR4 呢它的草地提升就很大了，那分離度呢明顯更好，而且你還能看出來這是草地不是草坪。不過呢依舊是有閃爍的問題，那這樣的話呢還是得需要原生分辨率才能有所緩解。FSR3 呢在前面的地毯的捲彎處出現了 DNF 裡的這個阿修羅波動，着實呢是有點出戲了。那 FSR4 呢，它雖然說是把大部分的波動都消除了，但是你在揮舞手臂的時候，因為時域抗鋸齒的技術特性，還是會有波動出現。在半透明的材質的還原方面呢 ，FSR3 的表現是非常差勁的。那首先呢，它這個圓環呢，其實內部還是有一個小的三角圖案的，但是這裡是徹底看不清了。其次呢，底盤的旋轉顆粒也被閹割沒了，細節呢是全部丟失掉了。FSR4 呢這裡表現就不錯，把 FSR3 的問題全部修復了，擁有更清晰的半透明還原，底部的旋轉粒子呢也沒有丟失。那彩帶的完整性測試呢 ，FSR3 的拖影是非常嚴重的，而且它的完整度很差，路燈呢也依舊有鬼影。那 FSR4 呢，除了路燈的鬼影沒有改善之外，其餘的方面均做了優化，彩帶的完整度與拖影都明顯表現要更好。FSR3 的路燈的閃爍測試呢，雖然觀眾一直在彈幕裡呢說現實是這樣的，但是畢竟是計算機圖形學模擬的嘛，那開發者設計的時候其實是不存在過曝的。不過 FSR3 它這個路燈的閃爍呢，也因此會變得更加的柔和一些，不會太扎眼。而 FSR4 呢，它雖然說它的畫面更清晰，但是老實說呀，它這個閃爍強度其實是比 FSR3 呢要大。那玩起遊戲的時候呢，其實是挺不爽的。所以說呢，雖然說從計算機圖形學的角度來看 ，FSR4 的表現更好，但是就路燈閃爍這一點來說呢 ，FSR3 可能實際體驗會更好一些。這個孢子的場景測試呢 ，FSR3 的穩定性是很差的，無論是孢子啊還是課桌，
都在閃。那 FSR 4呢，在這裡的表現會更好，整個畫面呢會變得更加的穩定。FSR 3的這個落地水花測試呢，那基本上是看不到什麼水花的，細節呢是沒有還原。那 FSR 4呢，這裡表現同樣糟糕，水花的數量只是相比 FSR 3呢多5%左右，那這肯定是不夠的，聊勝於無的感覺，表現不佳。那在水流的擬真度還原方面 ，FSR 3的表現不行，這一眼定真鑑定為假呀，而且它底部的水流呢脫影嚴重，完整度也不夠。FSR 4的水流呢就比較自然了，那看起來呢不像 FSR 3那麼違和，表現是不錯的。那 OK， 那麼畫面質量呢說完了，那我們再看一下老卡運行 FSR 4 Int8 的效率。那首先呢 ，FSR 3 4K 性能檔位的話呢，是以一個較大幅度犧牲畫面品質為代價，換取到了性能呢可以相比 TAA 提升 64.6%， 功耗呢还可以降低28瓦的表现。而 FSR 4这是把電阻絲呢給拉起來了，以較小幅度犧牲畫面品質為代價，換取到了性能相比 TAA 呢提升 36.58%， 功耗呢下降6瓦的表現。那考慮到這是性能模式，性能提升幅度才這麼多，這還是有電阻絲的前提下，所以說呢，我對2012的 FSR 4的情況感覺不是很樂觀的。那我們最後總結一下 FSR 4的 Int8 吧。那從畫質上來看呢， FSR 4絕對是老卡用戶的首選，因為 FSR 3很多畫面是不可用的，至少呢你可以規避掉很多閃爍的情況，玩遊戲不瞎眼。FSR 4呢也讓老卡的電阻絲呢終於是派上了用場。那 AMD 呢理應早點推出這個更新，來給 A 卡老玩家呢一些福利，而不是磨嘰到現在。不過好在亡羊補牢猶未晚矣吧，與 LP8 基本畫面一樣的情況下，還是值得肯定的。但是效率方面呢，我覺得790 XT-X呀，它本身作為性能最強的2013显卡，那它的提升幅度呢其實都很一般，所以說我非常擔心低端卡的，因為它的電阻絲的數量更少，有可能出現性能提升幅度進一步下降的局面。那不過好在呢，只要你開啟性能檔位，應該不至於倒吸的情況發生。那麼現在呢，還有一個經典問題需要 AMD 去解決了，那就是只有 FSR 3.1 的遊戲才支持升級 4.1， 但是大部分的老遊戲呢，其實都是 FSR 2或者3。那未来 AMD 還是要有更多的遊戲開發商合作才行，看看能不能盡可能追趕 DLSS 的遊戲的覆蓋率，這樣的話呢，才能把優秀的技術讓更多的玩家體驗到。還是希望 RTD 加油吧。那麼如果你覺得這期視頻呢做的還是不錯的話呢，歡迎關注、點讚、3連支持一下偵探頻道，這對我幫助很大。那如果你還想大力的支持頻道發展的話呢，歡迎加入頻道的充電會員。我們每期視頻的無壓縮高清 4K 版本將會作為回禮送出，感謝已經所有充電的會員朋友，我們下期再見吧。